现在有 AI 网红本来你只要输入文字，然后它就可以帮你产生影片，甚至产生动画。比如说你说我要一只像龙的摩托车，它就可以围出来，它要进去像龙出来，结果摩托车怎么它也 AI 嘛？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三养车卖的好？它有这个大数据，大家回馈，它回馈很多意见，它把这个意见可能回馈进来，这个是正面的，然后有1000条、10000条反面的意见回馈出来，甚至说对手的批评也回馈出来，改在文字呢融合在一起之后丢进去 AI 来弄出一个，比如说弄出100条，还是弄出50条，这个批评最多还是赞美最多的文字，这文字，以他个工程师那个文字呢，去掉一些不要的东西，弄入 AI 来的，哇 ，AI 就帮你生成一段或是一篇文章，我们 DRGPT 这台车下一代呢大概要做什么样子的文字叙述，过来在蛋里面生成式 AI，过来就产生一台车出来，所以说我们这 AI 是不紧的，但是呢，这就不简单了，迄伺服器爱钱啊，AI 伺服器一台偌济，10000美金呢，你要35万呢，甚至于讲那个显卡一台要20万呢，你20万，讲下你可能是跟他做迄个。case 你这卡巴的生成式 AI 呀，你个引擎，个车架，个大灯，个刹车系统，个甚至讲个造型美学，个颜色，你看你在外地伺服器，所以逻辑可能1000万啊、5000万，甚至到1亿呢。所以说，国内的车厂以前已经发现这个缺点只是说没时间改，就是讲没想要去改啦。刚好现在改款有没有？我就顺便改。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频道最近车市呢没有比菜市场热菜市场呢没有比股票市场热好像大家有钱都拿去买股票拿去买护国神山对不对钱呢不要放在那个没有用的东西上摩托车这个东西就算是没有用的东西因为现在有 T-Pass 大家出门都变高级了都坐计程车然后去捷运站去高铁站坐车摩托车呢好像买来浪费钱你有钱10几万拿去买摩托车不如放在股票市场可能过个1年过个半年可能就变20万的啦。所以呢，现在机车市场呢变成是呢外热内冷外面好像大家出新车改款的车好像搞得热热闹闹了其实真正会去买的还是那些人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闹推出有 CP 值的车也不一定有人热卖你还推出那个没有 CP 值的车呢，跟着就是放在那边晾干而已现在国内的机车市场呢，就像3个和尚一样一个和尚呢有水喝啦2个和尚呢挑水喝3个和尚呢打水烧龙掐倒水通通没水喝啦为什么通通没水喝呢因为你们都把市场搞烂了一个认真念书啦一个笨蛋读册啦第3个是有用较读没用就不爱读啦像那个三洋对不对他现在车子卖得好嘛所以他就像那个 NVIDIA 一样他大数据对不对他把他车卖得好他那个高等车卖得好那个高价车卖得好市面上大家买车会去 RQ 会去反映会去抱怨会去留言会去 D 卡会 PPT 会去抖音市区这边靠腰去那边反馈的就只有谁就只有买那些高价车的人如果你今天高价车卖不出去有没有像三洋他的车卖那么贵所以大家就会去靠腰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不好我跟你讲会嫌退开始买货啦会挑菜虫的才是买菜的人对不对才是内行的人所以说你买三洋的车你去 RQ 他你去反馈他你去赞美他你去批评他就有这些大数据大家有这些大数据之后当然就知道说我要接下来要推出什么样的车才是迎合市场的需求所以呢它有那种互动的模式所以说呢它就是类似像 AI 一样有没有它收集了这些大数据它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他知道这些事他知道这些事情怎么做之后没有他就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样的车公羊不是公羊一多都在假老本所以说他怎么会把车子搞得什么2台车一样价什么大地名流跟新豪迈一样的价格你较早买贵的卖这个价小较早卖俗的卖这个价小你不是咧欺骗较早给你买贵的人吗你这样子你以前卖贵现在也卖一样的价钱什么2台车一样价钱就变俗你规矩的你的全部的车就是拢单一价吧，就像迄种大创共款49元均一价就好你后面买你就把你的机车行变成是量贩店就好拢均一价对不对有 keyless 的也是这个价格钥匙的也是这个价格有刹车的是也这个价格碟刹也是这个价格通通都是这个价格的好以后人去恁兜就拢免问价小对不对就拢均一价嘛敢有可能卖车不是在卖锅碗瓢盆的怎么会这样子
啊，雅马哈拄啊咯，变做啥？对吧？爱做不做，对不对？拢追求 KPI，对不对？他今天丢一台车下去，他就是要赚多少钱啊？一定要回馈多少钱啊？如果他赚不到那个钱，他的研发就给别是说，我这台车投资了1亿下去开发，所以我就是要赚到1亿之后，我才要开发第二台。啊，那不我就继续，大家就继续等啊，你要买就买，不买我就拖着等啊，不然就是等东南亚有开发新的，比如说你岛内的研发成本你丢多少，你就是要给我回收多少，像那个欧格一样，阿格一样啊。那台车它研发出来，它如果没有赚到那个钱，你也等下一代，你等爸爸那代，你也等到天荒地老，等到那个眼珠掉下来，你也等不到啊！啊，不然就是什么，你就是等东南亚的车啊，东南亚开发的车，它再拿来台湾有没有落落去啊？壳大概改一下这样子啊，或者说就是连壳都不用改，就直接这样子原图面这样啊，到时候你又嫌这个老气又难看，对不对？没多，你的没有那个资源，他不要做赔本生意的，他丢多少钱就是要赚多少钱回来啊，所以说这样子台湾市就变这样子啊。山羊一个人，你俩通通都买他的车，他有水，一个和尚他有水喝，他打水打底炸，啊你都给他买，他就有回馈。啊2个和尚就剩公羊跟山羊，安尼尔，啊3个和尚再加一个雅马哈嘛，无什么帮助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市场就变成热的很热，啊冷的很冷，啊不长进的就不长进了。所以说呢，我们再回到山羊这一次来讲，山羊这次推出的那个 DRG BT，DRG BT 大家推出来之后，大家都觉得说啊，你哪拢不长进啊，还二代啊呢，二代个的158啊，所以第三个今天拍这个影片的重点就是要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山羊它在一代用158啊，二代还是用158啊，为什么它不长进，对不对？它有赚到钱的，对不对？它也有得到市场的认可了啊，为什么已经158了，对不对？啊，不你出价159啊，好160，好161、162都蛮好，对不对？有偏旁的2啊，对不对？啊，不要学它这个另外那2间，对不对？一个笨蛋读册，啊对不对？啊一个是有闲啊读册，对不对？不要学他们嘛。啊，今天第三个就跟大家讲，为什么它158不要变？好啊，这个我们就先大概 review 一下哈。它158这个引擎呢，第一次推出来呢，就是2019年那个 DRG。接下来呢，2022年的时候，这颗引擎在用在 MBCU， 对不对？2023年应该是要2023年推出 Jet 158 Plus 啊，但是就是等着那个 GP125哈，这个当公过来到，所以它拖到2024年啊，理论上它应该是2024年。接下来呢，不一样了哈，这个158的引擎呢，我们给它叫做158引擎的进化版哈，158引擎的 Plus 的，就是推出在今年2024年哈，就是上个月哈5月份的时候才刚推出那个 DRG BT 哈，这台伊新的伊讲我是158，伊这个引擎优化呢，伊优化对呢，伊甲你讲伊内底燃烧室伊有优化啊，优化是优安怎吼？贴回较知啦，等你若要甲贴回伤哦，迄就代志大条啊，对不对哈？另外呢，外部的部分呢，它就是呢，把那个进气系统呢，有讲吼超过7000转呢之后呢，5000导到7000转之间呢，伊就会打开迄个阀门吼，互你的进气较济吼，进气较济对。因为我们那个节流法它是靠那个流量你流量愈济伊的油喷愈济动力速度就会起来当然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说让你前半段省油啦，后半段要来抓车上再来冲啦，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省钱又有效又能够顾到燃油不然的话你去改电脑有没有？那个改下去有没有？电脑最重要的是你改下去不见得每个人适用也不见得适合每个环境它呢这么侦测来侦测去到最后呢，它就是用最保守的程式去给你当然这个效果就不好了，对不对？你要说自己花钱去改电脑有没有？你又不是汽车，又不是高级车，对不对？多那个1批2批的钱去改那个电脑，卖他个派，因为人家那个是人家300批的车，对不对？改个电脑多10批就多30批，嘿，垮来不好煞叫。你16批、17批的车，你去改那个电脑，多了1批2批这些小卡车假把熏人，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现在路面上看到那个 MBCU 它那个伪装车也出来所以 MBCU 呢，预计呢可能在2024年底或是2025年呢，它就用到这一颗 DRG-BT 这颗龙王2代这颗新的，我们先讲说125 Plus 这颗引擎接下来呢，
当然呢，理所当然的，他家就是一鱼三吃嘛，对不对？我再赶快一个引擎，对不对？我这套也要用，NBC 也要用，DRG 也要用，所以说呢，顶多再拖到2026年哦，这台 SL Plus 这台车呢，它可能也会用到这颗新的，就是优化的158引擎啊，这个就是目前三洋的策略啊。为什么三洋呢？它引擎呢，你可以说它你可以说它不长进，讲啊，你拢赶快一个引擎啊，拢一直用安尼。就是刚像欺负消费者这个呢，第三个跟大家解释一下你一样一颗引擎有没有？如果说你是用125，还是一样变成从125的引擎一样变成125的引擎你也是讲你为空人赶快变成空人的话就是讲拢无变得掉可能较早汪洋那赶快空人变空人如果呢你只有换那个壳而已甚至说较笨端，我那换贴纸啊那里你大概卖3万台呢，你这个小改款呢，你得谈的如果说呢，你这个壳换了之后没有，你要把置物箱加大置物箱加大这个谁最喜欢搞？还得靠在雅马哈进站1代，比如讲置物箱25公升2代就个咧较大一点27公升，3代29，4代31，5代32，愈来愈大，你感觉我有那有咧大为什么就是改连马桶安尼尔。改马桶安怎就是这翘一个，遐翘一个脚甲翘起来其实这个东西就很简单对不对？它就坐垫越高屁卡层腰心愈来愈粗左边拉一点，上面拉一点置物箱就变大，所以你会觉得进站1代好像比较低到了5代它愈坐愈悬，为什么？马桶愈来愈悬就像恁兜马桶对不对？为传统的马桶变做免治马桶还是变做啥物咧单体马桶愈来愈悬愈来愈悬伊就是容量愈来愈大，这也无什么困难的所以说你如果说改壳又改马桶引擎不要变，大概就是5万台就回收所以较早进站有啥物探钱就是它5万台就回收了它每次改款之后1个月就卖4000台1年就卖了48000台，1年的回收它一次改款赚3年所以它第1年就回收了，第2年、第3年它摊到下个，所以那个时候雅马哈的车好卖就这样子但是这个是不用变万一你是从150变158像三洋今嘛赶快150变158，这你等不是较简单对不对？如果你150变158有没有？150变如果你还一样都是空人变空人有没有？像这个150变158都没有，它这个里面的什么气缸活塞环燃烧室卡巴head 啦，甚至它那个 air clean 的进气量那个规组拢还跟讲大概是类似像现在开心手术一样，规组海了规组换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你一样是空人变空人的话，有没有？你光这个吸数扩增加有没有？你就要至少要8万台要才能够回收所以说呢，今天它如果是从150变成158，由空人变水人就像今嘛同款，像较早像最近迄种啥光阳可能接下来要出一台135迄台135一家 RCT 一家一家135伊就是为空人变水人空人变水人，你个唔知那个125它变成135安尼加10cc安尼尔但是这个我讲，这个成本就至少要12万台才能回来。为什么？你整个都大变了不是整个都大变了整个都大变化了我们刚讲整台车都大变拍天了。所以说，它这样子一个大的改变之后，有没有？它几乎以前的东西它都不能留用。以前进站喝产的，像1代、2代、3代、4代、5代，大家拢空人刚刚拢一台5TY5M 的5TY5M 迄台引擎所以说它就是好赚。所以说它现在为什么变这么慢？因为拍谈反正你都无要买我改一堆你都无要买我投下去的成本对不对？我九头蛋打大海海浪一直打，一条鱼都没有所以说你要等，所以说为什么3业现在都不改款？都无趁钱要改款，对不对？改5万几对不对？钱拿来我再改款你等你要给他消费，他要 support 他，要支持他的政策这样他才会改款你都不买他的车，你都跑去买三洋，你要等他改款，麻麻他蛋对不对？所以说呢，现在呢，雅马哈的车没人买光阳的车是看到都不想买大家都跑去买三洋跑去三洋，所以说呢，三洋就是它这个投资报酬率有出来伊这个 ROI 有出来有这个出来了对不对？安尼你去买伊的车，伊较有趁钱伊得继续搁，所以讲你看三洋的车在改款，它就是有照那个步调在改
啊，光阳的你期望越大吼，啊可能就失望越大。啊，3月你是看来就好啊啦，慢慢的等啦吼。那接下来大家就说，既然迪赛哥刚刚讲的吼，有的车要5万台，要8万台，要12万台才能够回收起来。那到底它这个改款的依据是什么呢？哦，我这里呢就大概有点经验啦，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像 DRG 呢，它推出5年有没有？5年的话，我们不要算多了哈，它就是1个月平均下来给它算2000台啦。所以它卖了5年哦，12个月哦，它大家就卖了12万台。如果它像今年，它2019年到今年2024年哦，这样子5年，它就大概卖了12万台。NBCU 的那个剩余2022年哦到2024年哦，的2万台，两年嘛，对不对？它12个月哦，它刚开始卖就不错，因为它刚好有打中要害哦，切到你的心哦 ，touch your heart 哦，知道你要什么，给你什么哦，所以它就可以卖到3500台哦。他说他平均下来呢，2年就卖了84000台。啊，这个 ZSL Plus 158哦，那个讲预计于2024年卖到2026年哦。啊，这比这个袂更加好哦。这台吼，叫做小鹅人吼，小鹅神哦，高走个会飞天哦，会飞天会种地哦，会上山上刀山，会落油鼎吼。所以说这个车呢，就是会不只会跑，还会卖吼，还会下叫吼。所以说它1个月可以卖到4000台哦。然后呢，它预计它卖2年吼。然后卖12个月哈，所以说它这样子算起来就有9万辆。所以说呢，它这台158代的引擎呢，从2019年呢，预计卖到2024年，然后其他那2台再沿用到这个 SL Plus 158哈，再沿用到2026年，那总共加起来12万台加8.4万台加9.6万，你多少卖30万台，好，所以说它这个158这颗引擎1代呢，它卖了15万台之后，没有，安尼就真正吼大丰收吼。全部收花吼，提拨可能吼，全部拢回收回来。回收回来，刚刚迪赛哥讲说12万台，它其实这个空冷变水冷吼，甚至说引擎变大，它就可以回收回来的那个钱。为什么要卖到30万台呢？对不对？博掉嘛要本啊，对不对？你要赌博也是要本，怎么可能一次梭哈，对不对？所以它就是15万台的钱回收起来。另外15万台的钱呢？就是要投资下一代，无我要去讲借钱，你我开发引擎，去家己人借钱，安尼就落差，对不对？伊3羊3只羊对不对？公羊、母羊跟山羊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它就是卖到30万台之后，没有一探八哦，15万台回收了哈，15万台就是要做下一代哈，那个下一代 DRG 的 RD 它的研发成本哦。讲到这个研发成本哦，迪赛哥就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哈。一个车厂它要开发一台车呢，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哦。讲钱都袂见吼，车就会生出来，更不是咧吃饺子老虎，对不对？不是，你讲到钱嘛吼，你买车可以3D 列印哦，对不对？不可能嘛，对，你还是要透过一些以前我们讲的正常流程正常流程这个要怎么讲呢？这个呢有一点东西你想听你就听，不想听你就跳过去去挑后面的有兴趣的大家听一下一开始这个车子要做呢，当然是要图面设计当然现在可能比较先进你的话你可以用3D 列，可是3D 列它只是做一个样品出来，讲你看讲大概是这个样子给董事会看一下，讲安尼有水无有帅无哪有帅无现金批了现在呢，因为图面设计现在有 AI 有 AI 的话没有。然后加上现在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有没有？大家就比较可怜一点要做什么都用剖一用那个电脑绘图绘出那个形状来。现在有 AI 多方便呢，你只要输入文字，然后它就可以帮你产生影片，甚至产生动画。比如说你说我要一只像龙的摩托车，它就给你画出来。是不是画一只龙出来，是画一只摩托车，它就不知道它是 AI 嘛。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三洋车卖得好？它有这个大数据，大家回馈它回馈很多意见之后，它把这个意见可能回馈进来，这个是正面的，然后又有1000条、10000条反面的意见回馈出来，甚至说对手的批评也回馈出来，把这文字呢融合在一起之后丢进去 AI，AI 就给弄出一个，比如说弄出100条，还是弄出50条，这个批评最多还是赞美最多的文字这文字以工程师把这文字呢
去掉一些不要的东西，落入去 AI 内底，哇 ，AI 就帮你生成一段或是一篇文章，讲哦，我们 DRGBT 这台车下一代呢，大概要做什么样子的文字叙述，啊，过来个等入去生成式 AI， 哦，啊，过来就产生一台车出来，所以讲有这 AI 是足紧的，吼、哦，但是呢，这就无遐简单了，对，迄伺服器爱钱啊，对 ，AI 伺服器一台偌济$10,000呢，对不对？要35万呢，甚至于讲那个显卡一台都要20万呢，啊，你20万讲好听，你可能是敢若做迄个 case， 还是做卡巴迄个生成式 AI 呀？啊，你搁要引擎，搁要车架，搁要大灯，搁要刹车系统，啊，搁甚至讲搁要造型美学，搁颜色，你看你这爱偌济伺服器的，所以你落下去可能是1000万啊、5000万，甚至到1亿呢。所以说，国内的车厂有没有那个产能去做 AI 生成这个事，真的不知道，因为这几不是咱在开。但是知道的是，国外像 BMW 还是宾士这种车厂，他们一台车可能便宜的300万，贵的可能上千万，像他们就有这个本钱去投入 AI， 把消费者回馈或是市场回馈，甚至说他可以收集市场上所有100台车。然后他丢进去 AI， 问 AI 讲哪台车大家比较好啊 ？AI 再去抓市场上的那个数据，说卖多少车的数据，甚至说市场上哪些车子那个曝光度、流量比较大。所以说 AI 强是说，它会去抓你不知道的东西，它会去抓你不知道的讯息，它会去抓你没有发现的小特色，然后再融合你自己本身的东西，然后去生成一个东西出来。所以说 AI 为什么可以投资？它可以精准命券、精准命中啊，精准标靶，打出最适合市场的车，然后甚至于去参考你内部的资金啊、环境啊，甚至你的加工的厂房的设备呢，这样子去帮你做最有利的生产开发。哦，这 AI 啊，讲太多了 ，AI 免讲啊这哦。所以说呢，我们有图面之后，哦，比如说 AI 帮你生成这个图面之后，有没有？先把图面出来，对不对？让它打样啊，打样又分成2个部分。机构的打样就是讲以机械，就是你看到卡卡机械内部的打样吼，啊，外部的打样就是啥吼？外部打样就是 3D 嘛，吼，啊是讲类似讲我们较早是用剖一画图，对不对吼？啊，现在可能用 AI 生成哦，把那个外形先生成出来吼。啊，生成出来之后就有那个雏形了嘛，对不对？有雏形有图面，这那你们就可以去设出吼，还是说做油图？以前是做油图，然后现在是怎么做我不晓得，可能现在是改成3D 列印的啦。所以说就把那个初步的外形先做出来。啊，在机构的打样这个部分，看上面哦，机构的打样部分，机构打样部分又分成2个重点哦，引擎的打样呢，跟那个它的本身车架锁点啊，你车架你说你车架要沿用没关系。理论上也是一开始先用旧的车架啦，啊，旧车架之后没有这个新的壳来，或是说你这个新的机构来吼，比如说现在三洋吼，它可能，比如说它现在 DRGBT 它2代有没有？它换那个新的 AR 壳令嘛，啊，新的 AR 壳令跟旧的 AR 壳令可能不一样嘛，对不对？哈，大小可能不一样，啊，这个锁点可能就不一样，啊，锁点不一样的话，它就是用旧的车架呢去放上去这个新的那个 Air Clean 哦，然后去看那个锁点改在哪里，然后去改那个锁点啊，所以这个就是在测试嘛。你锁点不是讲你设起来，安尼你该看的位置底下对它设起来，你锁上去要看第一，看它会不会共振，第二会不会干涉，第三它锁的样子有没有，如果它重量有没有变重，如果重量有变重有没有，螺丝可能由12 mm 改成14 mm，甚至说牙要变粗，甚至说它的东西变厚之后有没有，你锁的那个吊耳有没有，可能那个肉要变厚啊，肉变厚的话有没有？你的螺丝是不是要变长？这就是拢爱去测试，不是讲吼你大微设计就不来，大微若设计无问题吼，迄就像迄句话，用2线车厂的款，徛腾的连面遮麻啦，连面遐麻啦，连面遮震动，连面遐震动，迄就是拢无做测试，跟他讲大微出来，吼，物件设的去，因为他没有那个资金去做测试啊，他也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去做，他也没有那个人去做测试，所以说为什么说那些2线车厂做出来的车就是会？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哦，啊，其年之后惨不忍睹啊，二手车价也惨不忍睹，这就是量在改变它的经营生态了。啊，另外呢，这个引擎开模这个东西有没有？引擎开模这个东西变成说，你引擎要重新设定有没有？这个要牵扯到内部优化跟外部优化啊，类似像今麦这档三洋它那个158引擎这个2代的，它类似这一次它就是做外部优化，不要，比如说怎么说外部优化？比如说它改那个
水冷那个水道有没有哦？不要改成哦流量变大啦，你讲也路变顺哦，就是让它的进气循环能够比较快哦，散热比较快啊，温度降低呢，当然它的燃烧效率就比较好啊。另外呢，它又做那个新的那个 Air Clean 哦，就是那个进气系统哦，它讲的那个新的那个进气系统呢，让它能够类似像那个可变进气系统哦，你5000转到7000转之间呢，让你进气加大，这得是我不要动到引擎它本身那个 body 有没有啊？我去改外部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叫做外部优化啊。但它内部它也有说它燃烧是有优化了啊，你还是优化的，讲话听有做无做，你都唔知开了较知啊。有了可能我们相信它有做了啊，有做可能就是像那个胶啊啦，把它改成那个研磨度哦，比如说现在奈米科技啊。该这会较润滑，而且把它部分有没有把它改成比较润滑？可能其实它所谓的优化，比如说以前已经发现这个缺点了，只是说没时间改，是讲没想要去给改了。啊，刚好现在改款有没有？我就顺便改。对你来讲叫优化了啊，对车厂来讲就它这些缺点一并改进了。那个，比如说有些病，对不对？你说你会头皮痒，你会掉头皮屑啊，掉头皮屑也袂死人啊，掉头皮屑嘛是在上课嘛是在上班啊，只是说。真的遇到问题啊，讲要结婚啊，还是讲都要交女朋友啊，这头皮屑无处理袂使，啊，竟然去买海伦仙度丝啊来洗洗安尼，啊，所以说有些事情是短痛啊，有些事情是长痛啊，像那个短痛跟长痛就是要改款的时候一次处理的那样啊，所以说呢，一台车的开发有没有？为什么说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说150变成158哈，水冷变控那么强，它要经过很多程序啊，这些程序是啥？啊，在钱的，爱扣扣啊，对不对？你没钱，所以说为什么说以前说他要30万台才能回收，15万是还以前的开发成本，15万是要投入下一代的开发成本。我们讲到这边哈，第三个忽然间哈，巴肚小可疼哈，我们不然就是先暂停一下哈，放一下菜哈，放菜放的料来哈，继续哈，谢谢。